香港挣钱英国花，一分别想带回家。苦等5年遭背刺，街头抗议没人答。当初喊着英国好，现在哭着要回家。最近全网都在讨论一个话题：那些当年挤破头移民英国的香港人，在伦敦街头抗议讨说法无果以后，终于认清了英国的真面目，纷纷动了回老家，也就是香港的念头。但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上山容易下山难。这些人本以为回香港是浪子回头，结果一打听才发现回香港的路比他们当年去英国的路还难走。有网友调侃，这波操作堪称史上最亏移民，卖了香港的房，辞了香港的工，在英国受了5年罪，最后发现连家都回不去。新进来的朋友可能会懵回自己老家还能有啥难度呢？他们到底会遇到哪些坎儿呢？今天咱们就把这事儿从头到尾扒得明明白白，从身份证件的第一道拦路虎，到职场就业的闭门羹，再到资产税务的糊涂账，最后给出实打实的解决方案和人生启示。英伦5载贯清凉，归港方知暑气狂。鼻鸣感生朝朝苦，忽觉故土变他乡。先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，方便新来的家人跟上节奏。2021年，英国推出 BNO 5+1移民计划，把饼画得比月亮还圆，说什么住满5年就能拿到永居，享受高福利、免费医疗。当时不少港人被忽悠得神魂颠倒，上演了一出裸辞卖楼奔英国的戏码。前后共有16.6万人抵达英国，结果呢，他们没等到天堂，反而成了英国的移动提款机。签证费、健康税一涨再涨，医疗服务没享受到，工作还找不着，只能做洗碗、端盘子这种体力活。本以为熬满5年就能苦尽甘来，结果2025年，英国首相斯塔默突然推出50年来最严格的移民改革，给 BNO 移民加了5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条件：英语达到 B2 等级，不是 B2 轰炸机，年收入12570英镑，完整报税记录等等，直接把90%的人的永居梦给打碎。这些人走投无路，只能在伦敦街头抗议。结果呢，英国政府理都不理，直接冷处理。这下好了，留英永居无望，生活困顿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回香港事儿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回港的路早就布满了荆棘。先给大家讲个笑话，有个移英港人跟朋友吐槽，说自己现在是两头不是人，在英国被当成2等公民，想回香港，结果呢，连入境的证件都差点搞不定。朋友调侃他：“你当年不是说英国护照在手，天下我有，怎么现在连回自己老家都要查证件？”这话虽然扎心，但道出了很多移英港人回港的第一个大难题：身份和证件问题。《论语·子路》说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儿不成。意思是身份不正，做什么事儿都不顺利。这句话用在这些移英港人身上，简直就是太贴切。可能有朋友会问，他们本来就是香港人，回自己家还需要什么身份？还真别小看这个问题，这里边的门道可多了。首先，第一个关键点 ，BNO 护照没用。早在2021年1月31号，香港特区政府就宣布 ，BNO 护照不能用于在香港出入境，也不被承认为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。这意味着，这些移英港人想要回香港，必须出示香港特区护照或者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。可问题来了，当年很多人移民的时候，觉得自己以后不会再回香港，要么把特区护照给弄丢了，要么过期了没续期。还有的人甚至因为加入了英国国籍，误以为自己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都没了，连身份证都没带。有个网友分享他这个经历，他当年移民英国的时候，觉得 BNO 护照是香饽饽，把特区护照扔在抽屉里不管，结果过期了。现在想回香港，只能先申请补办特区护照，可补办手续又麻烦又费时间，需要交一大堆证明材料，还要等好几个月。他吐槽说，在英国等永居等了5年，现在回香港补办护照还要再等3个月，感觉自己就是个笑话。这就是典型的当初有多潇洒，现在就有多狼狈。更惨的是那些当年参与黑暴、被香港国安处通缉的潜逃乱港分子，他们连申请补办证件的资格都没有，想回香港更是天方夜谭。有网友调侃这些人，当年喊着为自由而战，
现在成了无家可归的逃犯。这波操作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这笑话虽然解气，但也印证了咱们老祖宗所言：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放在他们身上再贴切不过，当初做的恶，现在终究要自己买单。可能有朋友会说呀，证件问题慢慢办总能解决，忍忍就过去了。但这些移英港人万万没想到，好不容易搞完了证件，真正的大福还在后边。最近网上有个回流香港近1年的港男发了篇贴文，直接炸了锅。他说了8个让他崩溃的问题，最后直接决定2次离港。这篇帖子引来了全网的热议，他把移英港人回港的真实困境赤裸裸摆到台面上。再给大家讲个扎心又好笑的段子。有个移英港人回港后跟朋友吐槽香港气候，说自己在英国穿羽绒服都没事儿，回香港天天被热得怀疑人生，还犯了严重的鼻炎。朋友怼他，你当年不是说英国冬天冷得要命，香港气候宜人吗？怎么现在反过来嫌香港气候差？这段子不是编的，正是那位回流港男的真实遭遇，也是移英香港人回港遇到的第2个难题，气候与健康的双重折磨。晏子春秋说，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意思是环境变了，事物的状态也会跟着变。这些移英港人在英国待了5年，早就习惯了那边凉爽干燥气候，突然回到香港，自然就适应不了。那个回流港男就直言，香港气候1年4季都是折磨，空气素质极差，让他严重的鼻炎在回港后立刻加重。他说在英国、荷兰等地，即使天寒地冻都不用吃药，但在香港每天起来就得吃药，说到底就很严重。可能有香港本地人会觉得不可思议香港的气候怎么就恶顶？这就是2次文化冲击力的威力就像有网友说的，试过在英国住大 house 以后要返回香港住小房子，就会觉得好辛苦，习惯不了。给大家讲个职场笑话，有个移英港人回港找工作，面试的时候问老板年假有多少天，老板直接说满3年最多14天。他当场就惊掉了下巴，说他在英国每年至少28天年假，还能随时请假去欧洲玩。结果老板直接怼他，那你回英国好。这笑话虽然夸张，但道出了香港跟英国职场的巨大差异。咱们先看数据，根据香港雇佣条例，工作满1年及第2年可享有7天有薪年假，满第3年可享有8天，以后每年增加1天，直至14天封顶。而英国的法定年假是28天，还不包括公共假期，两者差距直接翻倍。那位回流港男就吐槽香港年假太少，14天已经封顶，而且想请假又难过登天，要看领导的脸色。比起在英国随时能买平价机票去欧洲潇洒，港人连1年1次的亚洲短途旅行都显得极为奢侈。除了假期少，薪酬问题更让人心痛。这位回流港男说，面对香港高昂的物价和交通费，计算后发现，香港税低的优势已经被低薪给抵消了。反观英国，最低工资扣税以后收入更稳定。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，很多回流香港人都有类似的困扰。有个前香港金融精英，当年辞掉80万年薪的工作移民英国，结果只能做体力活。回港后再找金融相关的工作，发现薪资比当年还低，而且竞争异常激烈，最后只能降薪入职。左传有言，量力而行之，其过先矣。意思是做事要量力而行，这样才能少犯错误。这些移英港人当年盲目辞工移民，没考虑到回港后职场竞争力的变化，现在才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。而且香港职场不养闲人，很多行业更是迭代很快。他们在英国待了5年，早已跟不上香港的行业节奏，想找到对口的好工作，自然难如登天。这篇贴文在网上引发2极讨论，有人质疑贴主似乎为了黑香港而黑，反驳道：“你说的话让人觉得好像你从来没在香港生活过一样。”也有网友认为他这样的看法是心态所致，看事情永远只看坏的一面。恕我直言，到哪里都一样。还有网友劝他重返英国也要三思呀。当你回到英国，你可能发现英国已经变了，物价涨了，工作难找，店铺少，觉得一动不如一静。其实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，这些讨论都反映出一个核心的问题：移英港人回港之路充满荆棘，不仅要面对政见、气候、职场、生活、社会氛围等一系列现实问题，还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降格做人。
这里给大家讲个笑话，有个移英港人回港后，天天吐槽香港这不好那不好。朋友问他，那你为什么不回英国？他说英国也不好，我现在是两边都嫌弃，两边都待不下去。这笑话虽然扎心，但也道出了很多移英港人的真实困境，两头不靠岸的扶贫。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正面案例啊，上世纪90年代移民美国的安妮姐，当年因为香港回归前的茫然随丈夫移民，结果在美国遭遇了寄人篱下的日子，比如排队买东西被服务员无视。2000年后，安妮姐回流香港，开了一家精品店。她说她从来没有发现自己那么爱香港，这里边拥挤，这里边地方小，这里的空气虽然没有外国那么清新，但一回来她就知道这是她自己的地方。安妮姐的经历正是告诉他们，回流并不可怕，只要调整好心态，调好自己的位置，就能在香港重新扎根。最后给所有移英港人一句忠告：人生没有回头路，但可以重新选择方向。英国的永居梦碎了，不代表人生就完了；回港之路坎坷，不代表就无法适应。关键是要认清现实，放下过去的执念，踏踏实实生活。就像论子微子所言，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意思是过去的事儿已经无法挽回，未来的事儿还可以补救。只要愿意努力，不管是留在英国还是回到香港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那份位置。